欢迎收看投资应总经。美国对中国电动车课征 100% 关税，欧洲各国也跟进。除了欧美联手建造贸易壁垒，让中国的外销企业面临危机，疲软的民间消费也冲击了内需型的外资企业。而中国为了贯彻国进民退纲领，使出各种花招，导致中小型股暴跌。今天这集我们就来聊聊世界与中国脱钩，台资企业还能跑吗？美国在5月宣布，将在今年内把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关税税率从 25% 提升到 100%。之后欧盟也跟进，在6月中宣布对中国进口的电动车课征反补贴关税。被欧盟调查的中国3大汽车集团，包括比亚迪、吉利汽车和上海汽车，除了原本就有的 10% 关税之外，比亚迪要被加征 17.4% 关税，吉利汽车要被加征 20% 关税，上海汽车则会被加征 38.1% 的关税。这样看来，其他国家仿效美国与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，应该只是时间问题。但是仔细观察欧盟目前加税的动作，不难发现，欧洲其实也害怕来自中国的反制，所以对中国电动车只看销售量来计算加税税率，其实有着浓厚的政治妥协意味。怎么说呢？如果我们从销售量来看，中国在欧洲销售量最大的是上海汽车的名爵电动车，而这次加征税率最高的就是上海汽车。至于还没卖出多少辆电动车到欧洲的比亚迪，被加征的关税就相对较低。利空出尽之后，比亚迪股价在香港大涨近 6%， 用股价上涨回应了欧盟的反补贴关税政策。那么未来的观察重点在哪里呢？今年4月，欧盟对中国在欧盟5个国家的风力涡轮机供应商发动反补贴调查。今年1月，美国国会禁止国防部向6家中国企业采购电池。到了5月中旬，美国政府宣布把中国进口的电动车锂离子电池关税税率从 7.5% 调高到 25%。 整体来看，西方阵营与中国供应链脱钩的趋势仍然在持续，陆股港股的投资人必须更谨慎地检视手中的持股。那么在美中持续对抗的氛围下，在中国发展的内需型外资企业又是如何因应呢？先说结论，当然是脚底抹油，准备撤退。2023年底，在香港上市的维达国际，持股超过 51% 的瑞典股东，把股票整体转卖给印尼富豪之后，就撤出中国市场了。另外，在香港上市的法国保养品牌欧舒丹，从今年第2季开始，在黑石集团的融资安排下，准备从香港股市下市。台湾企业也有类似情形，例如亚洲水泥在6月初宣布把亚泥中国私有化下市。随着欧美各国对中国重新盖起贸易壁垒，我们可以说全球化时代基本上已经结束了。更精确的说，是没有中国的全球化时代正在开始。没有中国的全球化时代，对中国外销企业与进军中国的外资企业都带来了巨大冲击。中国股市的中小型股，在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，人称券商屠夫的吴清上任后，遭受了重大打击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在进一步说明之前，财讯线上课程学彼得林区挖出稳赚10倍成长股，现在也能够在 YouTube 购买咯。这堂课程由何文贤、黄家斌、陈维泰3大名师深入浅出地讲解彼得林区的投资心法，带你理解数据背后的意义，掌握景气循环的脉络，最后建立自己的投资逻辑与策略。快来上课，跟随大师的脚步，一起挖掘成长股吧。上证指数在2月5日出现今年低点之后，2月7日中国证监会主席突然换人，之后的3个月，上证指数从最低2635点向上拉升超过500点。事后看，这段反弹其实就是所谓的政治盘。当市场跌幅超过中国政府的容忍程度，负责画股市技术线图的背后那只手就再度发功，使出包括阻止大股东卖股票、安排国有资金进场、集中拉抬中字头股票、大举抓捕市场放空者、禁止量化基金等招数。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上任后随即宣示打击上市公司财务作假，许多中小型股票应声暴跌。到5月底为止， A 股市场一共新增了44档被交易所公告有下市风险的股票，
也称为 Special Treatment（ST 股）。吴清上任后又另外加了一条其他风险警示，一旦被贴上这个标记，几乎都会下市，连续跌停板是不可避免的宿命。这一顿组合拳打下来，中国中小型股跌成一片。光是今年1到5月，有下市风险的企业累积来到99家，高于去年同期的81家。有下市风险的股票之所以会增加，除了中国经济衰退之外，另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证监会新增了一条市值退市的规定。如果公司市值连续20个交易日都跌破3亿元人民币，那么在一定期间内，公司就得从沪深 A 股市场下市。在这种规定背后，中国政府想要得到什么效果呢？根据新华社报道，中国政协第14届常委会第7次会议在今年6月4日开幕，讨论主题是建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。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，负责金融领域的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。丁薛祥在会议上说，要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、做优、做大，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。按照丁副总理的政策逻辑，国有企业的规模如果要继续做强、做优、做大，那么市场上的资金就应该多多投资在国有企业身上，这样非公有制的经济才会有机会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股票市场把资源都浪费在非公有制的企业上，国有企业就不容易做强、做优、做大了，非公有制经济也就不会有机会了。因此，让市值比较小的民间企业加速退出市场，应该就是中国政府想要推动的政策方向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中国再度吹响了国进民退的号角。而在美中对抗的大环境下，前进中国投资的台湾企业，未来如果被中国政府视为与美国合作阻挠中国崛起的共犯，可能就要考量企业风险控管，思考自家公司如何从香港市场下市，或将资产撤出中国市场。我们以康师傅、旺旺控股、统一企业中国控股3家在中国投资的台资食品企业当作例子。康师傅因为有30%持股是在日本大股东的手上，沟通复杂度相当高。旺旺控股则是因为在中国的资产太多，地点又太偏远，很难有完全清算套现的可能。只有统一企业中国控股还有带着获利撤出的可能性。因为企业想从中国撤资，不一定要透过卖股票的方式，也可以选择配发高额的特别股息。就像当年 SOHO 中国老板移居美国前，因为他的高持股背景，用领取特别股息的方式，也能达到将资金撤离中国的目标。统一企业中国控股的母公司统一企业，在2023年就把持股从 72.38% 增加到 72.85%。按照香港股票挂牌规定，在外流通低于 25% 时，大股东就可以提出私有化邀约。不论是配发特别股息，或是溢价私有化，持有统一企业中国控股应该都还能有获利的机会。财团粉丝们，您认为在中国的台资企业有办法全身而退吗？ A. 很难，只能共同富裕了。 B. 及早打算，还有机会。 C. 目前情势还不清楚。留言告诉我们吧。今天的投资硬总经到这边告一段落，喜欢这个节目的观众记得帮我们按赞与分享哦。我们下次见。